今天讲一部超好看的科幻悬疑片，它是女神收割机瑞安·雷诺兹的过渡作品，也是她为数不多值得深思的经典佳作。试问，如果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来，那么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故事开始，在美国纽约的一栋豪华别墅内，男主大卫正在无力地望着窗外。他是纽约市赫赫有名的地产大亨，却不料身患癌症，只剩下了6个月的寿命。关系最好的朋友劝他放松心态，毕竟每个人早晚都要经历生死。大卫坦言说自己并不惧怕死亡，但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女儿。原来当年的大卫来到这里打拼，可后来却因为工作忽略了家人，如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的差，也自然成了他离世前的一个遗憾。在告别朋友之后，大卫想给女儿拨打电话，但传来的忙音却让他再次落寞。这时发现钱包里莫名的多了一张卡片，而卡片的背面写着号码和一句话：他们可以帮到你。出于谨慎，大卫上网搜索了卡片上的关键字，并顺势看到了关于蜕变的演讲。某大学已经过世的教授侃侃而谈，他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意识转移，然后实现匪夷所思的永生。这个理论让大卫的思想为之一振，于是怀揣着希望和好奇，随即按照指引来到了一家私人医院。医院的负责人马丁告诉大卫，这个手术的费用非常昂贵，但我们只选择拥有天才头脑的顶级富豪。过程是将客户的意识转移到另一具新的身体里，如此这般就能摆脱年龄的约束，从而让他们继续创造辉煌。此项目是教授生前研究的蜕变计划，目前已经成功执行了21个案例。大卫不在乎需要花多少钱，他在意这样做岂不是有悖伦理？马丁回答说无需担心，手术用的新身体都是基因培育的克隆体，他们没有思想，没有家人，所以不用有什么心理困扰。话锋一转，马丁说，您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，如果考虑好要接受手术，那么成功后必须与过去的身份告别，且不能与过去的任何人联系，包括你的家人，这是我们医院的保密规定，也是一个开启新身份的基础。随后回到家的大卫有些纠结，如果说单纯的续命还可以，但是如果要放弃过去的身份却很难，毕竟那是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。稍后时分，心乱如麻的大卫来到女儿的住处，他想在这里找到一些安慰。女儿不知道父亲已经得了癌症，言语中并不想浪费更多时间。大卫拿出一张支票给他，并劝说不要再拒绝自己的好意。女儿见状非常愤怒，她看不惯父亲一直以来的控制欲，更看不惯什么事都拿钞票来解决。大卫知道自己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，但商人的强势让他无法主动认错。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，大卫也只好悻悻离开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是女儿最后一次见到父亲。几天后，大卫在工作时突然晕倒，紧接着被送进了重症监护。醒来后的大卫知道命不久矣，但他心里却萌生了一个想法，或许是死亡对他的威胁，也或许是女儿的态度让他心灰意冷。思考再三的大卫终于拨通了马丁的电话，他表示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，但必须事成之后再给钱。看到这里忽然发现一个细节，难道大卫用的是老年机吗？现在转转上的二手手机特别划算，像我这台二手 iPhone 13才花了3500多，用起来跟新的一样，还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只卖正品，买二手就得买官方验过的。强烈推荐买二手平板和电脑也去转转，全都保修1年，便宜又靠谱。紧接上面的剧情，按照约定，大卫先是坐私人飞机前往新奥尔良市，然后下机由专车送到一家咖啡厅，表面上是过来和朋友叙酒，但实际上是让他在众目睽睽下昏死。此目的可以将突发演绎得很自然，一切都看起来没有丝毫破绽。在路上，有人告诉大卫救护车是假的，接下来他们要直接去做意识转移。很快，救护车抵达了马丁的私人医院，这里的设备看起来很简陋，或许是因为保密才让他们大道至简。手术启动之前，马丁说转移时不能携带任何金属，不然的话就会导致手术失败。随着被推进类似于扫描的机器，所谓的意识转移开始运行，只是几分钟的功夫，大卫的意识逐渐模糊，直至再也消失不见。等到机器停止过后，旁边的新身体也醒了过来。 What's your name? 尚未来得及看清眼前的状况，一旁死去的旧身体被盖上了白布。就这样，大卫花了整整3亿美金，然后由一个将死之人变成了一个精神小伙。稍后时分，马丁拿来一台笔记本，上面有一则关于大卫的去世新闻。看着自己真的已经死了，大卫的内心不禁有些五味杂陈。他还想仔细看一看女儿，可马丁却拿走了笔记本，言下之意再也明显不过，大卫必须按照要求雪藏记忆，然后以新身份开启新的人生。为了能够快速适应新的身体，大卫需要接受各项体能训练，且还要牢记马丁买来的新身份，包括名字、生日、出生地，以及家庭情况和上学就业等等。一段时间后，大卫发现脑海里出现了一些零碎画面。马丁解释说，这是首次转换出现的排异现象，只要按时服用特定的抑制药物，那么1年后就会彻底痊愈。几个月后，大卫终于适应了新身体，他可以离开医院，开启新的人生。这时马丁给了他1周的药量，表示稍后会派人及时送药，等到新身体没了排异反应，那么大卫就彻底的自由了。除此以外，
马丁还为大卫准备了一套别墅、一辆跑车和一些存款。房子虽然没有之前的富丽堂皇，但也足够支撑他之前的富豪身份。兴奋的大卫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同时感叹重回年轻的感觉真好。为了保持身体的良好状态，大卫尝试到附近做运动，并顺势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其中有个小黑非常友善，他对大卫的球技也颇为赞赏。在彼此间熟悉了几天之后，小黑邀约大卫到城郊的夜店玩耍，还热心介绍了几个顶级美女。自此以后，大卫每天跟着小黑畅谈人生，然后不知疲倦地透支着身体，仿佛世间唯有这种快乐才是真的快乐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某一天的大卫突然厌倦了这种生活，安静下来的他再次阅读起自己的新闻。可当看到女儿的照片时，又不禁唤起了深深的思念，忍不住拨通熟悉的电话，但他并不知道要用什么身份对话，因为在这之前忘记了吃药。此时的大卫突然头痛欲裂，然后在恍惚中看到了一对母女，还有一个南瓜形状的水塔，以及一些战争的零碎画面。清醒之后，大卫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马丁，马丁则说这还是术后的副作用，所以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。大卫打断说这些画面非常熟悉，就好像自己真的经历过一样。马丁见状没有正面回答，解释说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，然后建议到夏威夷去散散心，并递上了双倍剂量的抑制药。回到家中，大卫对马丁的解释充满疑惑，于是下意识地上网搜索起来。按照幻觉中出现的南瓜水塔，大卫很快找到了真实存在的地方。第二天，本来要按建议去夏威夷的大卫，却悄悄改签了机票行程。他要去求证幻觉中出现的场景，以此来消除内心隐约的担忧。不久后抵达确认过的南瓜水塔，而这里真的和幻觉中的一模一样。附近只有一栋美式小屋，但敲了敲门并没有人回应，似乎是一股熟悉感的驱使。大卫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进去，兜兜转转挤进查看。一张照片差点让他惊掉下巴，上面竟然是大卫和一对母女的合影。继续查看其他照片，能看出这具身体原来是一名作战士兵，他不仅是女人的丈夫，更是小女孩的爸爸。很显然，自己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，这具身体真的不是克隆体，而所谓不断出现的幻觉，自然是这具身体之前的真实记忆。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持枪女人，可当大卫转身之后，女人却瞬间吓得瘫软在地上。通过两人的谈话得知，原来女人名叫劳拉，她的丈夫已经被通知战死前线，但没想到今天又站在了自己面前。此刻的大卫才放弃幻想，也印证了刚才对照片的猜测。恰在此时，有一帮人突然闯了进来，他们手持武器，动作迅速，并将还在惊讶中的劳拉瞬间迷晕。当熟悉的好友小黑进到房间后，大卫才恍然大悟是马丁在监视自己。经过小黑的一番解释，大卫渐渐搞懂了其中缘由。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为了给女儿治病，然后自愿将身体卖给了马丁，之后马丁又将身体卖给了大卫。小黑说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就好像本以为自己买了一辆新车，却不料在使用后发现是个二手货。坦白来讲，不存在什么基因克隆体，所有客户买来的身体都是真实存在的。马丁之所以要说谎，也不过是为了安抚你们的心理压力。大卫听后不动声色，他知道虽然小黑说的合情合理，但自己俨然成了对方实验的小白鼠。现阶段为了防止技术泄露，小黑肯定会杀了劳拉灭口，然后无限期的监视自己。一念及此，自己必须逃离他们才能获得自由。趁着假借上厕所的间隙，大卫击晕了看护的打手。小黑闻声赶来想做劝解，可话不投机，很快扭打起来。或许是身体的肌肉记忆，大卫打起架来丝毫不输气势。恼羞成怒的小黑再也不想留下活口，大声叫嚣着立刻杀了大卫，并将房子也点燃毁尸灭迹。被困里面的大卫不慌不忙，他先是唤醒昏迷的劳拉，然后带他躲到门后进行还击。此时外面的人围住了出口，显然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。大卫见此情形灵机一动，随即带劳拉钻进了地下室，这里的视野隐蔽又开阔。大卫端着枪一打一个准，并将所有敌人快速全部歼灭。稍后时分，大卫要拉上女人逃离这里，可疑惑的劳拉却大声呵责，他质问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来不及解释，大卫只好先佯装自己是她的丈夫。来到学校，劳拉带大卫接到了女儿。然而在等待的间隙，大卫想翻看劳拉的相册了解一下，有一个视频十分感人，上面是女儿许愿要学游泳，可她的身体有病，根本就不可能。父亲安慰她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并承诺一定会教她学习。下车后，不知情的小女孩跑了过来，她激动地以为眼前的人就是父亲，这下让大卫的内心万分纠结，自己该如何向他们袒露实情呢？ Love you, Daddy. Love you too, Pumpkin. 紧接着，大卫将母女安顿在一家旅馆，然后为了避开尴尬走出了房子。此刻的大卫十分清楚，现在的自己已经骑虎难下，该死的马丁也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必须一边想办法逃离魔爪，一边想办法拿到更多的抑制药。点开之前的蜕变计划，大卫想从博士的身上寻求线索。经过观察，他发现博士在演讲时有个动作很熟悉，仔细看旁边还有个更熟悉的人，
原来的马丁曾经是博士的学生。震惊之余，大卫大概猜到了怎么回事。博士临死时有可能将意识转给了马丁，因为身上的药物已经吃光，大卫不得不又一次迎来了昏厥。次日清醒后的大卫想到了突破口，他带着母女来到博士的家，然后让劳拉和女儿在车上等着。通过管家的指引，大卫见到了博士的太太。有些痴呆的太太口齿不清，脑子里只记得马丁的电话号码。很显然，马丁基本上就是已经死去的博士。片刻之后，大卫利用太太的糊涂骗来了马丁，而到来的马丁则显得十分淡定。他承认自己就是博士，并解释说这是在改变世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让爱迪生、爱因斯坦这些人再活50年，那么他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就。此话一出，让大卫觉得这是胡扯，直言只想拿到更多的抑制药。马丁听后不紧不慢地反问：“你知道抑制药的真正作用吗？如果用药1年时间，本体的意识会被彻底抹除，你的意识会完全占领。反之，本体的意识会逐渐回归，但你的意识会被彻底抹除。”大卫说：“好吧，我听懂了。可我现在的大脑头痛欲裂，那么请赶紧的给老子拿药吧。”迫于无奈，马丁只好在要挟下走出了房间。然而当两人没走几步，潜伏的保镖则突然制服了大卫。本以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，但刚出门时又发生了变故。赶来的劳拉让大家乱了阵脚，而这也激发了大卫的肌肉记忆。只是3拳2脚随便比划，大卫仅凭一人就干翻了所有人。此时有个打手非常勇猛，直接让大卫毫无还手之力。危急时刻，劳拉开枪捅了敌人的耳朵。慌乱中的大卫也凑巧发现了新情况，这个人竟然是已经死去的小黑。小黑见势不妙，开始挑拨离间。他告诉劳拉，你的丈夫根本不是以前的丈夫。在逃亡的路上，劳拉越想越不对劲，她开始质问大卫到底隐瞒了什么，为什么总有人一直在追杀他们。没有办法，大卫只好停车讲述了事情的真相。听完解释的劳拉瞬间崩溃，眼前的丈夫真的不是丈夫，他的身体里竟然住着另一个人。大卫很抱歉，因为自己连累了母女，可事已至此也没了丝毫退路。为了弥补，大卫说自己在国外有个小岛，他可以安排母女引渡过去，然后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随后，大卫将母女带到了朋友的住处，并解释了自己的真正身份。刚开始的朋友根本不信，可当大卫说出一些私密话题，好友也终于选择了相信。大卫让其用私人飞机送母女到国外，然后当作对这具身体家庭的弥补。稍后时分，在等待朋友安排飞行的时间里，所有事情却悄悄发生了变化。大卫看到小女孩郁郁寡欢，于是想起了之前看到的视频，没有犹豫，大卫把小女孩当作自己的女儿，然后手把手教起了游泳。此刻的他重温了父亲的角色，也让他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。事后，劳拉感谢大卫实现了女儿的愿望，大卫也向她谈起了自己的女儿。恍惚之间，大卫再次燃起了对女儿的思念。当天晚上，大卫在洗漱时发现了奇怪现象，朋友家的所有镜子都被遮挡了。眼见如此，大卫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急忙跑出来寻找小女孩，然后在朋友儿子的房间里找到了。没有任何解释，大卫拉上母女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。原来朋友的儿子已经死了2年，所以刚才的男孩也必然参加了蜕变计划。来到楼下，朋友摊牌说你跑不掉的。马丁的人已经到了别墅门外，大卫听后气愤地怒骂对方，并将蜕变计划的真实情况讲了出来。朋友闻言大为震惊，原来孩子用的并不是克隆体，而是具备了思想的真实人类。如此真相让朋友很难接受，但他痛定思痛后决定帮助大卫。朋友负责带母女从后门离开，大卫则负责从前门引开马丁，然后约定在一个餐厅会合。几分钟后，走出正门的大卫果然遭到了拦截，可在追逐的过程中，马丁的手下发现车内只有一个人，随即吩咐另一伙人兵分2路。此时的大卫犹如战神附体，他依然凭借一己之力干掉了所有人。待到硝烟弥漫后，再次复活的小黑又再次被大卫干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大卫赶到了约定的餐厅，可他并没有见到母女。朋友抱歉说自己无能，他根本没办法阻止马丁的打手。话锋一转，朋友将儿子多余的药给了大卫，并表示当初为了摆脱马丁，于是跑到国外让人研究了药的配方。大卫询问之前的卡片是不是你塞的，朋友说是的，并坦言不想看到昔日的好友就这样死了。眼下大卫可以拿着配方远走高飞，从此以后依旧可以开启新的人生。听完这些话，此刻的大卫却犹豫起来，他已经无法忽略对母女见死不救。第二天，大卫只身一人来到马丁的私人医院，并偷偷潜进去想救出母女。里面的情况比想象中复杂，来回巡逻的安保更是多如牛毛。无意间闯进核心手术室，大卫正巧看见了即将要手术的小黑，而马丁就站在自己的身后。These choices that you're making, what you're doing, they don't make you a savior, you know that, right? They make you a psychopath. I understand that you feel that way. 马丁认为大卫破坏了游戏规则，作为惩罚，他不仅要把母女的身体卖给其他人，还要立刻将小黑的意识转移到大卫的身上，然后将本体和大卫的意识一起抹杀。奋力挣扎时，聪明的大卫偷偷藏了一颗子弹，
等到被强制送进机器，一旁的马丁并没有看出端倪。随着2台机器的阵阵轰鸣，顷刻间的意识转移再度完成。因为大卫身上藏有金属，所以这场手术注定是失败的。马丁走过来询问名字，大卫则佯装报出了小黑。看来小黑第 N 次转换成功，所有人也没有对此怀疑。几分钟后，回到办公室的大卫打听出母女的下落，并顺势让手下带他到了地方。来到地方的大卫没有拖泥带水，直接枪杀了陪同的2名安保。等到检查机器的马丁发现子弹，一切恍然大悟，都为时已晚。赶到的大卫声称要杀了马丁，他要亲手除掉这个疯狂的恶魔。马丁还想拿意志药威胁，可大卫却一字一句地报出了配方。在马丁惊恐无比的眼神中，他最终变成火球命丧在了手术室。其他安保见老板已死，纷纷丢下武器选择了跑路。随后大卫给了母女一大笔钱，然后将他们送到了自己买的一个小岛，此目的是为了补偿劳拉，毕竟自己抢了她丈夫的身体，安妥好受害人家属。回去后的大卫又找到了女儿，并以其父亲朋友的关系传达了一封信。信里有大卫最想对女儿说的话，也有他这几十年来对家庭的愧疚。经过此次经历，大卫终于肯低头认错。他知道自己纵使获得了永生，也无法追来对女儿错过的时光。看到女儿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，大卫也在心里暗暗地做了一个决定。几个月后，大卫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，但此刻的他已经不是大卫，而是劳拉原来的丈夫。通过大卫留下的视频，这个男人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原来大卫为了将身体还给本体，于是停下了抑制的药物，并受尽了数不清的痛苦折磨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男人的意识一点点地开始回归，直至将大卫的意识完全抹除。看到这里，或许会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大卫几经拼搏换来的生命，最后却为了他人甘愿放弃呢？其实大卫应该很留恋男人给的时光，但他也不忍心看着劳拉的女儿失去爸爸。按照大卫的性格，遗憾的结局只能出现一次，他怎么可能会让其再度发生呢？故事的最后，男人按照地址找到了劳拉母女，并顺利完成了大卫的遗愿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大卫从一开始对生命的不甘，再到对重生后的欣喜，最后又选择了成全他人。从人性上看，他的做法让人感觉不合理，但也无法批判他的行为就是错的。重生这个词充满了诱惑，但如果要拿别人的生命作为代价，那么你还会愿意延续这段生命吗？